哇，大家好像要一个个过，好像 Is it too much Canadian？ 你会2种语言，可以认识到更多这个地方的故事。哇，这野水看起来很诱人哦。这3个地方呢，分别发生着不一样的独立的事件。生日快乐，马来西亚！哦，我来试试看。这个叫什么？banana matcha。OK。哎，其实很特别，它好像有那种 banana smoothie 的感觉，它那个泡好像 banana smoothie，然后下面是matcha。对，我先试一个原味的。好吃吗？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红呢？哇，真的很好吃，很脆哦。你在韩国有吃过这个东西？没有，不是韩国来吗？很脆哦。好像韩国很流行哦。我觉得这个还好，是因为它之前烤过，你知道吗？我觉得比croissant还好吃，因为croissant给我感觉就太油了，这个是一点点油。是这样。刚才还有那个，好像是 coffee 啊。它的外皮会弄得更脆，甜甜脆脆的，那个更好吃。这个的 cream 其实带一点酸酸甜甜，还有那个葱的香味。OK。你不喜欢吃葱的，你就不会喜欢这个。哪个都好。去下一站要去哪里 Italy 印度餐是我朋友介绍。这一间的那个入口是非常隐蔽的，你从那个 parking 那边走过来，然后它就会在那边的左边里面。来这边的话呢，是可以park在这边的 ，parking 也不会讲很贵，这是它的一个加分的点。刚刚他讲第1个小时2块钱，subsequent 1块钱1块钱1块钱。哇，在这个 Masjid Jami 的路口啊，不要开玩笑，驾车，你看这边的车是到后面去的，会非常的塞。这个红绿灯就在这里，哇，我们在这个红绿灯塞了至少15分钟。会动了，好像。哇，这样哦。根本看不到行人过的绿灯。对，然后哇，那些车是可以过来的 ，Oh my god！ 然后这些人就过了，然后我们就过了。可以。这我觉得在这个区域的安哥拉还比我们厉害过马路。我们现在要去吃印度餐，去叫一个 Chicken Fried Rice。我朋友介绍了。对。哇哦。来。这个嘛。Can we get the chicken fried rice? Do you want a spicy or zero spicy? A little bit. This one is what? Sichuan. This one is too spicy. This one is South Indian vegetarian thali.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orth Indian? South Indian is come like South style cooking. It's come with rasam sambar, Oh,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a North Indian is come with plain naan, half rice, cooking Manchurian, paneer butter masala. okay. So the cooking style different. Yeah, the different But the cooking taste style is- and the yeah, it's all the things is different. So I get one South Indian. One South. Yeah, 印度店哦，每次会给这种杯子，然后还有水。我们来试一下印甸的 fried rice 的饺子，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啊，印甸的这个 cuisine 呢，有点像韩国那种感觉，因很多为小菜。对它很多小小样、还蛮 interesting 一下。第一口，首先第一口吃下去，不会有华人炒饭的那种瓮胚，它不会有那种香气，但是它有一些 spice， 它的那个 spice 的味道是爆出来的，而且它的鸡肉这么这样嫩，很松软，很嫩，很嫩，呀它的鸡肉。很好吃，就很 flavorful 的感觉，这个有点像那个鱼的咖喱，酸酸这样子的。淡淡的，它的咖喱又不会讲很咸哦，对，淡淡的香味。这个是好像什么来的呢？绵绵，应该是豆。就什么东西磨成很像马铃薯泥这样，有点形容不出这个什么味道，因为它有一点点 spice， 然后又没有到太辣，这个很像汤一样的，帮我看到吗？药材汤是他们的药材啦，有带一点点药材味道。但不要想到是华人的那种药材了，都是这个好像刀这样，
哦，我觉得这边的东西不重口味，虽然是印度餐，对，味道很香，我觉得很香那个豆味。我觉得妈妈啊，就好像我们本地版本的印度餐这一种，就好像很 authentic 很 authentic，这个什么，很熟味的味道。好像有牛油，真正的牛油的那种感觉剧呀，啊，他们的那种剧感觉，很香很香很香。这个很像花生酱，这是椰肉，我碎的时候会点的，白色的那个。它是有点花生酱的，那个是白色的。这个加油都一样东西，但是它的味道是一样的，它比较辣一点。这个这是什么？萝卜丝，这是有的。我们是比亚尼都会掺着有的一起吃，有个是偏酸，而且很酸一下是比较水的。这样最后来吃一个这个甜点，这个甜点，这个甜点应该是那种印度人很喜欢吃一粒圆圆的那种东西。哦，但是这个我喜欢，但是这个不会太甜，会有那种蜂蜜的甜味，很好，它的味道刚刚好，就是不会重口味。接下来我们要开吃哦。I am waiting for a bus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under street lamp, red face flamed by the light. I'm going away. 这个呢，听讲是让你口气清新的东西，是呗所以它是那种像鼓这样，它去爆过，然后就这样，一来地上，Is it too much? No, can already. 然后它有点甜甜，有点蜜的那种感觉，你要吃这样。This one usually we use this for cooking curry. 哦 Pure meat.，How come it become like crunchy? Yeah, they coated with sugar. Actually, why they will put here? I heard Because after for you refreshing. dine, you pull out the smell. Digestion also it will make it easy. Very good, very good. Just now the dish also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这哪太短？它味道重，是有那种香料味。对，它是有香料、mint，还有它有糖哦。寿司间店呢叫 Bitter Leaf， 它其实呢是在楼上的。这样一般上来讲，店我们就只以为是在楼下嘛。刚刚看 Google Map 哦，人家推荐的东西跟楼下的 menu 弄不一样了，才知道原来它在楼上啊。所以你们来的时候不要走错，在上面。它店有2间在上面。其实它的位置很大一下，它到后面都有。它是很像那种老店，厕所旁边有一幅墙哦，是它的老板跟很多人拍照，感觉都是那种印度明星啊。现在我们来到一个为数不多有保留到变成 event space 的一个地方。I am waiting. 还有设计一个 lift 给残障人士上来。这边上次是做那些吃的休息 area 这样。下面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盖在这里，这也是它的另一个出口。这里穿出去呢，就是到了一个吉隆坡的秘境，记得这里吗？这里就有一个教堂，然后后面那边还有一些吉隆坡的旧学校。我们到了这个 Sekolah Menengah Saint John。哇，你看，就连它的上面的那个灯都非常的特别，这里真的很美，真的很美。在这个不珍惜古迹的马来西亚来讲，你可以看到的古迹就是2种啊，一种就是庙类的古迹 ，church 啊、神庙啊，或者是 masjid 啊。第2种呢就是学校 ，KL 还有一些啦，为数不多，这个就是其中一个。Saint John 为什么这样红？就相对于以 Saint John 的为名。以前的建筑就很喜欢有一个钟楼在上面，就很有年代感。以前的人应该手表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吧，不是每个人都有手表，这样就需要有一个钟在上面。这里是 SK Convent，
convent 是女校嘛 ？convent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so 这边呢，其实它的国语名叫 Bukit Nanas 吧，其实人家是叫它叫咖啡山的哦。所以原来呢，这边的名字由来有2个族群的那个集体记忆。马来人的集体记忆就是在斯兰奥内战的时候呢，这一边是其中一方他在咖啡山上驻守，这样他驻守的时候，他在这里种了很多黄梨。来抵挡敌人这样子的，他马来人的集体记忆就是这边有很多nanas哦，就叫 Bukit Nanas。华人的集体记忆其实是来自于之后内战平息了啦，英国人呢有在这里上面种植咖啡豆，华人就讲叫这里叫咖啡山。有时候你会2种语言，还是3种语言哦，你可以认识到更多这个地方的故事。因为如果你是马来人的话，你也不知道曾经这边种了很多咖啡豆啊，我觉得这是会多一种语言的一个优势啦。因为马来西亚实在太多地方有不同语言的路名，有不同意思，有时候可能英文路名记忆也是200年前的事情，华语路名可能记得的是150年的事情，但可能马来路名是更近代的50年。现在不是常常会有改路名风波吗？我觉得路名没有哪一个才是 authentic 的，我觉得它每一个时期都有它每一个时期的发展演变，都是很值得去把这些路名官方的去 trace 啊。现在不是讲呢要把那种华人路名啊、英国人路名啊改掉，但是我觉得你要改 OK， 你要真的有全新的意义才去改它。你可能你还要专门设计一个 info plate， 跟人家讲以前这里叫这个路，为什么叫这个路，你就可以达到与时并进，但是又不忘记历史的那个目的。在 KL 最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就是红绿灯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可以讲完全没有考虑过行人的感受，他就任由那个车一直走一直走。你看，车都停了啊，我的灯都还没有变。哇，大家好像要一个一个过，这样我觉得还是过掉比较好。OK， 这个是一个不良的示范，不要学，不要学。但是真的，我们已经站那边很久了，而且我在马来西亚啦，目前为止啦，还有那个button的嘛。我目前只在槟城试过一次，那个button是 work 的，在 KL 还没有试过那个button是 work 的。原来马西加梅它拜6到拜4，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开呢？ Activity Pelancongan tutup，只是暂时的12 August to 18 August。对，这个礼拜就关了，所以我们今天扑空了。如果你是 Muslim 的话呢，你应该是可以进去观光的啦。记得要穿得体，要穿长裤，要穿长袖。女生的话，你只是穿短袖、短裙的话呢，它是要叫你穿一个长袍才可以进去。男生的话呢，只要你的裤子超过膝盖就可以了。来到了 Merdeka Square 航点这边，它有很多人摆摊，讲还有 flea market， 可是它 flea market 在哪里？其实这个档口很少。对，吃的很多，有卖野水啊。哇，这野水看起来很诱人哦。但是不便宜啊，11块。游客价。游客价这里，这就是这里的 flea market 啦。其实没有东西，没有多少个档口，吃的比较多。但是游客的话应该是蛮爽的，因为你可以走累了，在那边坐着喝一杯野水休息一下。都大概是这样哦，很多都关了。我们身后的这个大钟楼呢，其实它维修了很久很久，现在终于开放了。它里面是有结合一些博物馆啦、一些故事类的一些题材，马来西亚的那一种热带雨林啊，或者是 KL 的城市建设。我个人认为呢，太历史性的东西反而没有，更多讲的是比较 general 一些文化互动类型哦，就很难。父母带小孩子来，之前我们是去是免费，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啦。就算不带小孩子去拍照也可以，因为很美哈，维修了很久很久。
这也是马来西亚吉隆坡很有标志性的一个历史建筑啊。它的对面是我们熟知的 Merdeka Square。我来考一考你啊 ，Merdeka Square 为什么叫 Merdeka Square？ 为什么我们到2018年之前，每一年国庆啊，游行就是这边会封完整条这个路，然后那花车车队就是从这里走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独立的时候，他在这里喊的得干哈。哦，各位觉得呢？它叫 Merdeka Square 跟独立肯定是有关联的啦，但是呢，跟独立有关联的地方有3个哦。这里是做什么的呢？这3个地方分别是哪里呢？这一个叫 Merdeka Square，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叫 Merdeka Stadium， 还有一个是马六甲的，应该也叫 Merdeka Stadium 吧，或者是Padang Merdeka， 忘记了。这3个地方呢，分别发生着不一样的独立的事件。以前在这个 Merdeka Square 呢，是升着英国国旗 Union Jack 的。当时这里发生的事情就是，这里见证了从那个旗杆上面降下 Union Jack， 把我们的加洛葛米浪推上去，就在 Merdeka Square。这样 Merdeka Stadium 就是118这一栋楼这边。这边降旗跟升旗仪式是凌晨12点，但拜神要早上发生那个仪式的时间，就是在 Merdeka Stadium 在很气质 Merdeka 的地方。Sehingga irama lagu kebangsaan, lagu negaraku dimainkan bagi kali yang pertama, menzahirkan perasaan di hati mereka.马来西亚那个 Merdeka 的广场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当时候东姑阿杜拉曼他们去争取到独立，他们回来在宣读独立宣言的时候，就在马六甲那边。我希望我没有记错啦这个东西，因为以前沈家最喜欢考，就我回去 fact check 一下，刚好配合我们马来西亚独立月，我们跟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讲生日快乐，今天是69岁生日。生日快乐，马来西亚！这里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来一个地方，毕竟它又很有历史意义，它又很大然后走。基本上那边是一个 car free area， 不会被那种车干扰，然后 walkway 又很宽。晚上的话也会很 chill， 因为晚上很多人就在广场那边带家人去、带小孩子去玩。它每一个星期还是 weekend， 它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是有很多 food truck 在那边摆摊。所以我朋友的妈妈呢就会在那边摆摊，是很热闹的，就很多活动这边。对，而且这边你从马西加面的 LRT 走过来啊，差不多5分钟就到了的，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来。好了，反正这次的半日游影片就到这里就结束喽，拜拜。Subscribe。哎。